大家久等了，邦尼今天正式带来好多人敲碗的 Galaxy Watch 5 Pro 以及 Galaxy Buds 2 Pro 完整评测。因为时间有限，邦尼这集的评测都会放在这两款的重点为主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先来看手表。这次的 Galaxy Watch 5系列总共推出2个版本，分别是 Galaxy Watch 5以及 Galaxy Watch 5 Pro。简单说的话 ，Watch 5的定位和设计都比较接近上一代的 Watch 4，而 Watch 5 Pro 就是一个全新的产品线了，更专注在专业用户上，并且大幅的加大电池容量，让续航表现有感提升。可惜的是，三星很经典的实体表圈并没有延续到 Watch 5系列。不过，邦尼看目前 Galaxy Watch 4 Classic 还有在卖。价格也不错，喜欢实体表圈的朋友可以看看。Watch 5系列一样支援了触控表圈的功能，你可以透过滑动萤幕边缘快速切换选单，像设定时间的时候，就可以透过虚拟表圈转动调整。手表也会提供对应的阵痛回馈，整体的使用体验虽然不及实体，但是相对起手表左右滑动还是比较利落的。而说到三星手表，外观设计一直都是大家蛮关注的部分，也是很多人选三星手表的原因。邦尼这次开箱的是 Galaxy Watch 5 Pro 的黑色版本，2个亮点。这次的 Watch 5 Pro 更面向户外用户嘛，所以三星这次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耐用性。第一个亮点，三星在 Watch 5 Pro 用上了钛合金的表壳，从外观上来看，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整块金属切割，没有接缝，一体性非常高，并且在表面萤幕的周围还做了一圈加高的拼接设计，可以有效的保护萤幕，基本上都不太需要担心戴在手上会碰上萤幕的问题。而第二个亮点是邦尼认为智慧表应该都标配的规格，多换上了蓝宝石的镜面材质，相较起前一代 Watch 4采用的康宁 DX 系列玻璃，提高了 1.6 倍的抗刮强度，达到墨适应度9，仅次于钻石。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微尘几乎不太可能刮伤镜面了，邦尼使用到目前为止，表面也还是完全无伤。不过也因为 Watch 5 Pro 更面向专业用户，进一步加大电池嘛，所以在厚度上相较起过往也是大了一圈。一般用户的话，可以考虑更轻薄的 Watch 5，如果要更长的续航力，那再上 Watch 5 Pro。整体来说 ，Watch 5 Pro 这一次的一大重点就是拉高耐用性，包括采用钛合金搭配上加高设计，可以一定程度的抵挡撞击。镜面也换上了蓝宝石，整体都更面向专业用户。最后，这次的 Galaxy Watch 5 Pro 也拥有 MIL STD80H 的军规认证，支援 IP68 以及水下50公尺的5 ATM 防水，可以应付游泳和日常碰水的场景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三星这一次在 Watch 5 Pro 采用了新的磁吸表带的设计，透过简单的卡扣就可以根据手腕大小调整松紧度，接着轻轻一吸就很稳了，穿脱上也很方便。不过也因为是新的表带设计，所以这一组表带无法直接平放在一般的无线充电盘上，邦尼会建议直接搭配盒装内随附的原厂充电器会比较好用。没错，随着 Watch 5系列加入了快充功能，三星这次也直接随附了新款的充电器，同样采用磁吸设计，不过相比旧款，这次的厚度提升了，接孔也换成了更主流的 USB-C， 充电速度帮你稍后来测。先看到萤幕，这次的 Galaxy Watch 5 Pro 搭载了一块 1.4 寸的 Super AMOLED 萤幕，解析度一样是更细腻的 450×450， 大家喜欢的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也被保留了下来。系统会根据你选择的表盘设计，自动调整永远显示在手表上的资讯。就算你选择这个白色的表盘，系统也会自动简化成黑色的背景，显示时间以及主要通知，让手表可以在省电的前提下，依旧展示个人风格。尤其这一代的灵敏度表现也不错，你把手抬起的同时，系统也会自动点亮萤幕，让你进行操作。准备睡觉的时候也别担心，你可以直接在下拉选单，打开就寝模式，萤幕就会在睡眠期间自动关闭。如果去看电影的话，也可以开启对应的剧院模式，还可以设定自动关闭的时间。游泳的时候可以开启水下锁定模式，避免误触。比较贴心的是，当你解除水下模式的时候，系统会自动播放音乐进行排水，将喇叭内的水震出来。而在表面设计上，官方这一次也推出了更多风格化的表盘，都蛮好看的。如果是比较实用取向的朋友，可以选择资讯显示系列的表盘。最棒的是，透过自定页面，你就可以客制化表面上每一个区块所显示的功能，像是你想要显示心跳、步数、变量、日期、天气等等都可以。邦尼会更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客制化你想要的显示资讯，接着就可以直接将表面同步到手表上啦。
接下来，帮你想先带大家来看的是目前三星更优势的各种生物侦测功能。随着三星去年非常积极的送审 Galaxy Watch 系列的各种健康功能之后，目前在 Galaxy Watch 5系列上可以说是你想要的几乎都可以用了。包括原本就有的心跳、压力侦测、血氧之外，现在 ECG、心电图、BIA 生理组成，以及大家期待的血压功能，目前都在台版开放啦，真的给台湾三星一个掌声。这次 Galaxy Watch 5系列同样采用了三星新一代的 Bioactive 感测器，包括光学心率、心电图感测器以及生物电阻抗分析感应器。这次还多了一个温度侦测器，可以用在体温侦测上，不过就需要等待后续更新时装了。首先看到心跳，跟过去一样，可以开启24小时连续测量，透过 App 就可以看到一整天的心跳曲线。在过高和过低的时候，系统会自动跳出提醒，这个时候就要留意一下了。压力也是一样，可以连续测量。血氧部分则是可以开启睡眠时间的连续血氧侦测，平常测量的速度也是蛮快的哦，大概1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血氧侦测。不过目前无法全天测量，期待三星后续可以开放。接着是三星最特别的 BIA 身体组成侦测。从去年开始，三星在 Galaxy Watch 4系列上首次加入了 BIA 感测器，系统可以在15秒内搜集2400多项数据，并且分析你的身体组成，包括有在运动的朋友比较关心的体脂、骨骼肌、含水等等身体组成资讯都可以侦测。根据三星公布与 DXA 对比的准确率可以达到 98%，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参考使用。不过，即使只是观察身体相对的数值变化，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啦。三星 BIA 感测器的测量方法，简单来说，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身体组成测量机器，大多都是站在2个电极上，然后手握2个金属接触面这种机器。而三星的 Bioactive 感测模组上，对应的就是表面底部2个分离的接触面，以及右边2个按钮。而为了要在手表这个体积不大的产品中获取足够的阻抗数据，三星设计了一套新的算法以及生物阻抗分析的硬体。像在感测器里面有一套 Switch， 可以在15秒内切换16种不同的电路，进而得出2400项的阻抗资讯，增强资料准确性。并且在底部的感测器上用上了超薄的铬碳系氮化物，进一步降低测量时的阻抗误差。还是那句话，智慧穿戴就是一个工具，资讯记录是一半，另一半还是要活用记录下来的数据。所以有在运动的朋友可以观察相对变化，运用在自己的训练计划上啦。而比较进阶的 ECG 心电图以及血压侦测，就需要开启 Samsung Health Monitor 这个 App 使用。ECG 心电图的测量很简单，保持身体稳定，将食指放在右上角的按钮就可以开始测量。完成后，系统也会提示结果是否有异常，有问题的话也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。而血压功能，第一次使用时需要先搭配血压计校准才能使用，在一定的使用时间后也需要定期校准。所有的测量结果也可以在手机上的 Samsung Health Monitor App 找到，从时间的记录可以参考数据的相对变化。而在实际体验上 ，Galaxy Watch 5 Pro 同样搭载了5奈米的 Exynos W920， 搭配 1.5GB 的 RAM 以及 16GB 的储存空间，并且授予 W920 更好的 GPU 效能。今年的动画设计也延续去年的设计风格，整体都更加活泼。而全新的 Wear OS 经过1年多的最佳化，整体的操作和稳定性都提升了许多，并且也有更多的 App 可以在 Wear OS 上使用啦。其中一个很多人期待的 App 也就是 Line， 目前可以直接在 Galaxy Watch 5系列上使用了。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快速登入，系统会自动同步近期的对话记录。在回复讯息的时候，也可以传送简单的贴图、打字回复，甚至用 LINE 语音讯息也是没问题的。一个好用的功能，你可以直接在手表上显示你的 QR Code， 大家就可以直接扫描加入好友，不用拿出手机。不过目前无法主动开启新的对话或是接听来电， LINE App 会以接收通知和回复为主。另一个大家期待的功能也登场了，就是 Google 语音助理。大家可以直接在 App 中将长按启动的语音助理从 Bixby 改成 Google 语音助理，使用上也很直觉，直接按住手表上方的按钮就可以启动语音助理开始说话，讲完放开就会执行指令。除了可以请 Google 助理设定各种日常行程外，也可以直接透过手表控制 Google Home 的智慧家具，帮你最近用起来关灯、关电视等等还是蛮方便的。在音乐 App 上，同样是 KKBOX、Spotify 以及 YouTube Music 都有。支付一样是可以使用 Samsung Pay 信用卡感应支付，不过手表并没有悠游卡功能。而在运动上，今年的 Galaxy Watch 5 Pro 同样拥有自动侦测的功能，
只要你有动起来，手表就会在背景自动记录。Galaxy Watch 5 Pro 跑步、椭圆、划船机、游泳以及不限运动项目的动态健身。健走和跑步同样可以开启 GPS 的位置记录。运动项目上，这次也支援了90种运动模式选择。这一次最特别的是 ，Galaxy Watch 5 Pro 拥有 Track Back 原路返回的功能。当你选择爬山或是单车运动模式的时候，向右滑就可以看到追踪返回路线的功能。在你往前走时，系统就会自动追踪你移动的路线。当你要返回的时候，手表就会根据你的路线一步一步的带你回到原点，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偏离路线的问题。此外，大家也可以搭配 GPX 路线档案的功能，将预设好的路线直接汇入手表里。像是骑单车，你就把拟定好的路线档案汇到手表里，荧幕上就会根据 GPS 搭配上对应的地图，引导你往目标前进。两个都是户外用户很实用的功能，照着计划走也能让行程更加安全。这一次在睡眠侦测部分，同样可以看到深层、浅层以及快速动眼期的睡眠分布。系统也会产生睡眠评分，你可以打开来看到每一个项目，进一步改善睡眠状况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三星这一次加入了一个电子睡眠教练的功能。系统会搜集你1个礼拜的睡眠状况，并且针对你的睡眠结果分析更适合你的睡眠建议，以及产生睡眠报告。不过，邦尼最近对他熬夜感新品的评测影片，就是凑不齐一整个礼拜固定时间的睡眠。之后有机会好好睡觉，再跟大家分享吧。在续航力表现上，邦尼手上的 Galaxy Watch 5 Pro 的电池很大，达到了590毫安时。过去这个表面尺寸的高阶表，大概就是360毫安时左右。在邦尼的实测中，所有连续测量功能全开，开启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，连接手机收通知等等功能全开之下，可以达到2天以上的表现。如果把心率改成10分钟一次，2天半、3天左右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。这样的续航表现还是比较放心的。邦尼推荐大家回家洗澡的时候拿下来充个电，每天回血个半小时，基本上就不太需要担心电力问题了。而在充电上，这次三星也在手表上加入了快充。邦尼实测38分钟就可以充满50%，1个小时7分就可以充满80%，最后的20%会进入慢充保护电池，完整充满耗时1个小时41分。别忘了，邦尼测的是 Pro 版，对比起来的话，电池比 Watch 4大上了1.6倍，充电速度还快了5分钟。简单说，每天都充个半个小时左右，基本上明天就可以续战1天。充个1个小时，那肯定就是没问题了。此外 ，Galaxy Watch 5 Pro 也有重摔侦测的功能。当你发生意外，系统会自动拨打电话以及传送讯息给你设定好的联络人。女性健康、跑步教练等等，过去三星手表有的功能，这次也都有。而在手表的通讯功能上 ，Galaxy Watch 5 Pro 同样拥有喇叭以及麦克风，可以直接透过手表接听手机的来电，并且进行通话。收简讯也没问题，完全是收验证码的好帮手。你也可以设定把手机上的通知提醒同步到手表上。记得只要把重要的 App 加入通知就好，把手表当成重要通知的过滤器。第三方 App 的来电，手表上可以看到来电提醒，也可以挂断，但没有办法接听。接着我们看到耳机，三星终于带来大家期待很久的 Galaxy Buds 2 Pro， 正式更新了高阶定位的专务。首先是外观设计，三星完全听到了大家的心声。有鉴于上一代 Buds Pro 的经验，音质是很不错，但就是体积有点偏大。一般的耳朵大小会是偏饱满的佩戴感，所以三星在 Galaxy Buds 2 Pro 进一步修正了体积，减少了15%，佩戴上算是更加舒适的大小。搭配上内腰带来的类鳍状设计，整体会更服帖耳廓，相较起上一代就是更稳也更舒服。邦尼只提醒大家，只要是耳机都要记得对应自己的耳型去试适合的耳塞。选好耳塞除了音质跟降噪表现会更好，如果容易晕的朋友，也可以减缓两边耳压感不一样造成的头晕问题。大家也可以透过 Galaxy Wearable 里面的服帖度检测进行测试。此外，这一代的 Buds 2 Pro 也延续了 IPX7 的防水等级，平常小喷绿是可以更无忧的使用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Buds 2 Pro 的耳机充电仓同样是珠宝盒的设计。没错，猜到你在想什么了？这是第4代可以共用保护壳的耳机了。Buds Live、Buds Pro、Buds 2以及 Buds 2 Pro 的保护壳都可以共用。历代买过的保护壳可以继续用，就是舒服。接着来说实际体验，因为时间有限，帮你直接说重点。这段时间体验下来 ，Buds 2 Pro 的提升有3个重点，也就是 ANC 主动降噪、环境音以及全新的 Codec。
先说降噪 ，Galaxy Buds 2 Pro 这一次的降噪提升还是蛮有感的。根据官方叙述，表现提升了40%。细看的话，主要的提升就是在50到1000赫兹的范围，也是目前主动降噪可以做好的降噪范围。以极端的捷运场景来说，戴上 Buds 2 Pro 可以明显感受到低频几乎完全不见，只剩下各家都无法解决的高频噪音。说重点 ，Buds 2 Pro 对比之下的表现已经非常接近真无线专5在这个体积下的上限，绝对是前段班。其实就算是 Buds Pro 放到现在也一点都不逊色。不过耳压感是真的有变明显一些，但不至于到无法接受的程度。帮你实际体验下来，大概2-3天左右就可以习惯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Buds 2 Pro 上的主动式降噪只能开跟关，无法调整等级，稍微有点可惜。以下帮你直接提供 Galaxy Buds 2 Pro 对比上一代的 Buds Pro 的降噪测试，供大家参考。虽然说不能调整降噪强度，不过这次在发表会上，三星也有再次强调 Intelligence ANC 的功能，对应过来就是 App 里面的语音侦测，也就是系统会自动切换 ANC 和环境音。当你讲话的时候，耳机会自动开启环境音模式，关闭降噪，并且降低正在播放音乐的音量，让你不用手动切换，直接讲就可以开始聊天。启动的时间一样是第2到第3个字会切换过去。重点是2个提升。第一，相对不容易被其他人讲话触发。第二，这次的环境人声还原表现非常自然，没有明显的人声压缩感。以下帮你提供一组环境的实录表现，供大家参考。我们对相爱并不陌生，你我都清楚规则。想给你满满的承诺，想给你满满的承诺，给你其他人无法给予的。我只想告诉你我的感受，想要让你了解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我只想告诉你我的感受。想要让你了解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我只想告诉你我的感受，想要让你了解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三星技能在 Buds 2 Pro 上的附加功能还是非常丰富的。邦尼推荐大家在 App 中打开通话期间使用环境音效，以及通话期间自动侦测耳机这2个选项。第一个功能可以让系统自动在你讲电话的时候开启环境音效，你就可以听到自己讲电话的声音，避免某些人戴着耳机讲电话，不自觉的就会越讲越大声。第2个功能则是自动辨识你有没有在使用耳机。大家应该都有遇过，手机连着蓝牙耳机放在桌上，结果电话来了，忘记耳机还连着，在那边 hello hi 有声音吗的老半天，还是没有声音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耳机在作怪。开启自动侦测耳机后，你戴着耳机，通话就会从耳机出来。你放在桌上，系统就会自动把电话接到手机听筒上，就不会遇到这种尴尬的状况了。此外，这次 Buds 2 Pro 也支援360音讯以及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，并且这次不再是双声道，而是支援 Direct Multi Channel， 达成5.1、7.1声道的支援，并且拥有头部追踪的功能。当你转部头部的时候，声音来源永远会固定来自荧幕的方向，并且跟过去一样，没有特别限制 App 启动 ，YouTube、Spotify 都能成功启用。而在操作上，这次 Buds 2 Pro 同样采用了触控板手势，共有轻触、轻触2下、3下以及长按4种操作手势，也可以在 App 中进一步设定长按触发的功能，并且在实验室中则是可以打开轻触2下耳机侧缘的手势，可以直接透过耳机调整音量，不用去按手机。打开后敲2下右耳的这个位置就能调高音量，反之敲2下左耳就能调低。你其实也可以敲耳朵这个位置，它也可以触发，算是三星蛮经典的手势，也能解决很多真无线无法从耳机本体调音量的问题。第一次使用的朋友需要一点时间熟悉，注意是敲耳机的边缘就对了。此外 Buds 2 Pro 同样支援了三星很早就有的朗读通知功能，开启后系统就会念出你有设定的 App 通知，不用拿起手机来看。实验室当中则是可以进一步打开游戏模式，帮你实测 Buds 2 Pro 的延迟。
而在使用体验上 ，Galaxy Buds 2 Pro 同样支援快速连接，在三星装置附近打开耳机盒，萤幕就会自动跳出连接视窗，按一下就能连上。Windows 也支援哦，只要在支援快速连接的 Windows 电脑旁边打开耳机，系统也会自动跳出提示。而如果你是三星全家桶的使用者 ，Galaxy Buds 2 Pro 也支援流畅耳机连线，只要登入同一个三星账号，系统就会在不同装置间自动切换音讯。像是你原本在平板上看影片，突然换到手机，耳机的音讯就会从平板自动切换到手机上。你会看到上面跳出提示，耳机也会自动切换到平板上。而在音效体验上呢，这一次 Galaxy Buds 2 Pro 的一大亮点就是这是一款支援 24bit Hi-Fi 的真无线蓝牙耳机。随之登场的是三星的 Samsung Seamless Codec Hi-Fi， 简称 SSC， 可以说是先前三星的 Scalable Codec 的更完全体。不过老实说，邦尼认为现阶段的 SSC 更像是在传输协议上的未来性升级，进一步强化三星自家协议的发展可能。毕竟想要让真无线更好听，现阶段有更多更有感的解法。不过还是肯定三星在协议上的提升。这次 Buds 2 Pro 除了支援 Samsung Seamless Codec 外，也相容过去的 Scalable Codec、AAC、SBC， 蓝牙版本也是支援到 5.3， 后续也可以相容 LE Audio。在规格上，今年的 Buds 2 Pro 采用的是10mm 低音以及 5.3mm 高音的组合，同样是 Sound by AKG。听感上，这次 Buds 2 Pro 整体的调教风格，甚至继承了 Buds Pro 更强的低频，以及大家比较熟悉的 AKG 中音和高频调教。风格上，邦尼认为更像是 Buds Pro 加上 Buds 2的延续之作。如果你是 Buds Pro 或是 Buds 2的使用者，调教风格应该会是你们熟悉的声音。不过在三频表现上都强上 Buds Pro 一圈，尤其相较起 Buds Pro 单纯拉了低频一把的调教，在 Buds 2 Pro 上更明显成熟，低频提升有感，中音高频就是大家熟悉的调教，人声还是有三星 AKG 经典的轻微压缩感。感觉这几年三星想要在 Galaxy Buds 上走出自己的调教风格，不过至少目前的调教方向保有经典，主流正确。喜欢这几代 Buds 的朋友，那 Buds 2 Pro 的声音表现应该不会让你失望。Buds 2 Pro 至少可以再赚个2年没问题。邦尼也推荐大家耳机建议到门市体验会更直接啦。此外，这次三星一样预设了6组等化器，喜欢过去 Buds、Buds Plus 调教风格的朋友，应该会比较喜欢嘹亮这一组。喜欢近2代声音的朋友，推荐可以试试看一般和动感这2组。收音部分 ，Buds 2 Pro 拥有3组 SNR 麦克风的设计，实际效果如何呢？以下帮你提供通话测试，供大家参考。Hello，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现在是 Galaxy Buds Pro 的通话测试。Hello，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现在是 Galaxy Buds 2 Pro 的通话测试。而在续航力上，根据官方资料，在开启主动降噪下，与 Buds Pro 一样，耳机本体可以提供5个小时的续航力，搭配送充电仓则是可以达到18小时。在邦尼的实测中，1个小时大概消耗19%的电量。充电部分 ，Galaxy Buds 2 Pro 除了有线充电外，也支援了无线充电，所以大家可以直接透过三星熟悉的无线电力分享，直接帮耳机充电。此外，邦尼推荐可以在 App 中打开 Buds 2 Pro 的 SmartThings Find 功能，系统会自动记录下最近一次的 Buds 2 Pro 位置，不小心遗失的时候还有机会可以找回来。也可以开启遗落通知，如果耳机掉了，离你太远，系统也会跳出通知提醒你。好啦，时间到了最后 ，Galaxy Watch 5 Pro 算是三星针对户外、专业用户以及需要更长续航力表现的使用者打造的产品线。跟过去的旗舰智慧表最大的差别是，只要洗澡的时候拿下来充个半个小时，基本上就不太会有电量焦虑。不过，如果本来就习惯晚上1天1充的朋友，其实更轻薄的 Watch 5，甚至上一代的 Watch 4 Classic， 其实都可以列入选购清单。不过 Watch 5系列有着新加入的蓝宝石镜面，基本上就不太需要担心刮伤了。整体来说，如果你正在找一只符合日常使用需求、功能完整的高阶智慧表，那 Galaxy Watch 5 Pro 绝对是目前 Android 阵营最优势的选择之一。而 Galaxy Buds 2 Pro 呢？一句话，无论是你从哪一款 Galaxy Buds 升级上来，有需要的朋友，相信你只要听过、摸过没有问题，其实你应该就会入手了。好啦，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。想看更多的产品深入评测，别忘了订阅邦尼，留言说点什么哦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邦尼没说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